民主對抗專制係美國經常用嚟針對中國嘅一種講法，但係事實又係唔係咁呢？芝加哥大學政治科系 William C. Rivers 講席教授楊大利，長年研究中國政制，又熟知美國。今次我哋就問下佢，而家60%幾美國人都唔滿意民主制度嘅運作，西方民主嘅嗰一種制度係咪已經倒退緊呢？相較之下，好似中國共產黨嗰一種超越選舉式民主嘅制度，係咪更加符合新時代呢？剛剛有這個南非的選舉啊，等等的，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討論到這個全世界都出現這個民主倒退的一個問題。然後民主倒退的這個問題，可能它是有很多不同的層面的。那其中一個層面就是民主制度沒有辦法達到一個人民可以滿足的一個治理的一個狀態，或者是一個善治的狀態，所謂的 good governance。所以呢，就是出現很多人可能對於這個民主制度有一些質疑啊，比如說我看前幾個月這個 Pew Research Center 它有一個24個國家的民調，差不多60%的人是覺得他們的民主沒有運作得很好，在美國的是66%，也是很高的。但是這民主制度或者是政治制度整體來說的話，不是要達成它的目的，不是真的不是就是要達成一個善治嗎？是不是現在這個特別是這個選舉式民主的那個制度裡面，可能這個制度本身已經跟治理有一些脫離了，而且這一種脫離可能已經嚴重化到一個可能會損害這個治理的一個層面了。比如說在現在這個美國的選舉當中，我們剛剛也有談過嘛，就是這個美墨邊境，本來今年年初的時候已經出了這個兩黨的法案，好像是有一些就是來自共和黨或者是特朗普那邊的一些壓力，會想要把這個美墨邊境的這個事情維持在這個選舉年的一個重要議題的一個層面裡面，所以就推動一些共和黨的國會議員去反對這個事情，然後最後也是不了了之了。然後但是這個事情感覺就是選舉式的民主制度使得國家或者整體社會嘛，離這個善治越來越遠了。你會怎麼去？我覺得其實我是本科的時候是念工程的哈那麼我們現在比方說我們現在在信息社會對吧，到了數字時代，有了 AI 的出現等等這些哈。我覺得，但是如果我們回顧歷史，尤其是那麼可以看起來，就是在過去2000年左右這個人類真正像樣的歷史哈這個在這個過程中呢，那麼尤其是在近代過去100多年，科技的發展是日新月異，但是呢，制度政治方面的這個進步呢是很有限的，可以這麼講哈。當然，我們有一些最理想的狀態。就是自治，對吧？這個自治呢，你不管是哪個國家這是最高的理想，實際上，對吧？這個比方說共產黨宣言裡面也其實最終強調的還是一個自治的問題嘛，對吧？那麼你剛才講的這個，但是呢，我們在看現實社會的時候，那是理想的社會，對吧？沒有達到那麼現實的社會呢，就是你也知道這個我們非常熟悉的一句話，就是關於丘吉爾講的話。就是說世界上有很多制度都不理想，但是呢，民主的這個體制呢，可能是 the least bad， 對吧？最不壞的這麼一種體制，可以從這個角度考慮。但是呢，它絕對不是很理想的，這是任何民主體制的支持者都這麼講，實際上是都認識到它是有局限性的。那麼美國的體制呢，首先就是說它不是一個純民主的體制，因為這個美國的制憲者。他們在制憲的過程中呢，特別強調的就是要強調有一定的平衡。這些平衡呢，包括地域的平衡，包括不同的人的不同利益的這個平衡等等這些方面。所以我們一般特別強調的就是它是一個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對吧？而且呢，當最近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說一個總統候選人可能沒有拿到這個選民的多數票。但是仍然這個體制呢，它仍然可以成為這個當選總統，因為這個制度的設計呢，本身是為了保護
人数比较少的这些州啊，等等等等这么一种情况。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在哪里呢？就是大家起码到目前为止呢，是接受，就是这是规则，我们有一个协议在那里，我们要遵守这个协议，遵守这个规则。那么这个回过头来就回过头来就是说，你刚才特别强调的就是民主的问题。其实对于我们做政治学的人来讲，特别强调的就是说，一方面民主本身呢是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但是呢，我们还一般在讲民主的时候，其实他们在美国，在欧美强调民主的时候，一般并不是仅仅指的选票这个事情，对吧？我们一般会考虑很多其他的一些指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强调法治，那么首先，尤其是比方说香港这个社会呢，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那么商业化的社会，首先就是合同的信用的问题。那么这个信用呢，跟法律跟这个体制呢是结合在一起的，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实际上很多人，你刚才讲的是首先要看结果，对吗？民主本身更多的是一个过程，对吧？当然，你希望它的结果是好的，而且美国的这个我们讲看这个体制的时候，它的确是在过去200多年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它取得了很多成绩，对吧？它的这个不管是人均的 GDP 也好，还是技术的这个发展也好，我觉得贡献还是蛮不错的，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值得考虑的一些方面。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它也有很多问题。但是对美国批评最多的人就是美国人，对吧？有许多的书，有一些也翻译成中文了，他们不断的在发掘，在考量这些问题，包括现在有学生，比方说在抗议等等这些，他们其实也是希望我们比方说希望能改变一些政策，希望大家在很多方面有一定的改善。另外，我觉得任何一个体制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讲。我们更抽象一点，就是说我们拖出来是不是民主或者非民主等等这些问题哈。首先从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呢，特别强调就看这个实证，对吗？从实证的角度看起来呢，就是说我个人并不觉得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讲这几波民主化的浪潮呢。那么有一段时间，比方说91年之后，有许多国家一下子民主化了，对吧？后来呢，有一些停滞，甚至呢还有一定的退步。这本身呢，实际上历史上不断的有这个现象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是波浪式的也好，还是螺旋式的也好，那是另外的一种说法哈。但总体来讲，也并没有大的回潮。但是有一些我们其实从研究的角度特别强调的，也有很多人在做这个研究，就是有一些 backsliding， 有些国家它的这个治理的质量什么有所下降，甚至民主呢有一些退步这个在历史上也是很正常的。但总体来讲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在这段时间。但是你刚刚所说的这个Churchill 民主制度可能是 the least bad system of governing whatever， 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比如说社交媒体科技发展的很快吧，就是如果我们还是把民主制度当作是一个 the least bad system 的话，是不是有一点就是缺乏想象呢？现在我们站在就是中国的角度吧，就是他们可能会对于传统的一个西方的或者一些所谓的选举式的民主会有一种质疑。那有一些说法还是会觉得说，在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新时代里面吧，反而是一个不是选举式民主的更加像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管理体制会更好的去达成一个善治的一个状况。那个理论大概是这样子吧，就是这个共产党呢，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执政的理想，或者是一个最后的目标，这个社会主义。然后呢，它也有某种的精英主义的内在制度里面，使得它不会受到这个民粹或者是而且它不会受到民粹的影响之余，它还有一个在各个领域的专业性的存在。还有它即使它没有受到就是选举的监督，可能民意的直接监督，它也会追求着英文所说的那个 performance legitimacy， 使得它可以自我革新。
自我就是往着善治的这个方向去走。这个会不会是在这个新时代里面，就是可以达成比传统的那种民主制度更有效达成善治的，或者更有可能达成善治的一个制度呢？我们可不可以？那我觉得你会不会就是同意有这个可能性的存在的，或者是你会如何去看这种看法的合理性呢？那当然，你讲的就是说，首先这个基础呢，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并不反对民主，对吧？民主它也追求，实际上就是说一直这个民主的概念本身，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追求之一，对吧？而且呢，它特别强调的也是人民民主，当然还有后面还有2个字，人民民主专政，对吧？这是宪法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写的，对吧？这是一个事实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是因为我们不管是生活还是研究中国历史的话，那么都经历了很多，对吧？这是的确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不断可以说是试验的过程，有一些是试错，对吧？过去也出现了一些非常非常大的一些这个波折，这个官方的说法，对吧？那当然，如果你是被波折的话，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在有些阶段，那么中国呢，的确是在发展上取得了就是说众所周知的怎么讲成果，对吧？那么比方说修路，对吧？因为这个它的确是有历史的这个因素的，对吧？历史的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这个革命之后的国家体制对产权的这个怎么讲这个产权的结构呢是跟许多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所以在中国征地什么的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修路也比较容易然后再可以以超长的速度大规模的在这个建设高速公路、高铁等等这些东西。当然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呢，逐渐也就是有了这个供给之后，就可以大家开车等等这些，对吧？这些成果呢，没有人质疑现在是这么一种情况。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刚才讲的这个 performance 呢，就是说绩效，通过绩效的合法性。那么绩效的合法性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谁也不能否认，就是说经济还是有周期性的，对吧？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刚才讲是不是有没有想象力的问题？我觉得有些时候，首先我们要有一些东西是常识性的东西，对吧？常识性的东西就是说必须面对的一些问题，有时候不是靠怎么讲呢？就是说幻想可以解决的，比方说人口等等这些挑战。那么有时候政策呢多听一听的话，可能比较容易会避免一些特别容易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体制，其实从我个人研究这个治理的角度看起来，就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任何一个体制，我不管它是民主的还是相对来讲权威式的这个体制，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说，它有没有这种回馈的机制，它能不能不断的修正自己的这个路径这个应对，比方说有了错误了，可以有回应，对吗？我们一般讲 adaptive 也好回应式的也好等等这些那么过去实际上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呢，大家也觉得在很多方面呢，在这个过去尤其是30几年的这30-40年吧中国在治理方面有时候还是变得还是蛮快的有回应式的有一些方式，有的时候是其实很多地方过去也做民意测验等等这些，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通过公众的有一些批评等等这些。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随着就是说有些时候，因为有一些官员，比方说他来了之后，他就希望，比方说他家长式的这种管理，但是有时候他就不太注重回应，不太注重，他有时候就希望我就要把这个路一定要很快的修好。看起来就有成绩嘛，对吧？那路底下那个管道修好没修好，他可能不一定特别管，因为他希望他是眼睛向上的，
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它就可能会遗留下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就需要处理，对吧？那么他当时他建的时候，他借债，对吧？他借债的时候，他可能3年就走掉了，那债谁来还，对吧？那个债当时的时候，他卖地卖得很好，但是他没有太特别的考虑，就是说10年之后这个地如果卖不出去了怎么办？等等这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需要有一套机制呢，任何一个社会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說能夠應對本身的一些問題。冷戰之後，美國好多人都相信所謂嘅歷史終結論，認為中國必然地而且好快會走向西方民主。今日時移世易，我哋又應該用咩嘅角度去睇中國嘅民主化呢？然後呢，我想要問的是一個感覺是不合時宜的問題啊，就是這個中國的民主化，那個民主當然是有掛號的，是好像是邁向西方的那種民主化。那教授，你以前你也就是寫過不同的文章，你的文章裡面呢談這個議題的文章裡面呢，都會提到一篇文章，就是這個Henry Rowan 的這個 The Short March: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我們現在讀這篇文章，看到那個 Short March 好像沒有那麼 short， 然後那個 March 好像也不在那個他所想象出來的這個路上，而且當初他寫這個文章的時候，還有某種程度的就是歷史終結論的感覺在裡面吧。那個論述可能是很簡單的，就是你經濟發展到某一個程度，你有中產階級的擴大，或者是所謂的這個critical citizenship 的擴大，然後就會有他們就會追求這個政治自由了，然後就會達到一個邁向西方的這種民主化的。那我們現在去看這個問題，你以前好像是對這個Rowan 的那種看法是有還蠻大的同情的吧？但是現在是如何呢？現在你的看法是如何？對，我覺得你找出這篇文章來非常有意思哈，就是說我當時有一定同情但是呢我是有保留的，對吧？我並沒有支持他的觀點哈，但是呢我認為的確就是中國社會呢隨着時間的推移因為信息的流通那信息的傳播，因為每個人現在都逐漸的受教育的水平的提高，大家會逐漸的有更多的想象力的空間吧，可以說是這麼一種情況那當然呢也出現了，就是說實際上我們講就是有相當一批就是代際的關係的問題，就是每一個社會呢隨着代際的這個轉變，比方說40年代出生的人現在逐漸都已經退出歷史舞台了，對吧？那麼這一代人他們當時的觀念跟60年代出生的人那很不一樣的，對吧？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實際上有些社會的轉變不是因為有新的思想一下子怎麼樣了，對吧？或者新的技術一下子怎麼樣了，而是因為有一代人，舊的一代人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新的一代人就有機會了，對吧？基本是這麼一種情況。我個人感覺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呢，那麼但是呢有一個互動，包括國家與社會的互動等等這些那麼你剛才講了，就是說我之前的很多研究呢，實際上是涉及到中國的這個治理的演變不管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那麼我注意到很重要的一個，我特別我也寫過一本書嘛，關於這個尤其是區域方面的發展。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呢，我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不同地域之間的差別，而且呢，過去有相當一段時間呢，中國的各省好多市他們有不同的試驗，對吧？有一些東西，比方說關於房屋土地制度的這個，當時最初的時候就是通過試驗的方式當然這個試驗的過程呢，有一些並不是特別的創新，有些就是從港台尤其是從香港搬過去的，對吧？比方說賣地的這個制度，對吧？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就是說有一些不同的模式來做一些事情，我覺得是蠻重要的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呢，就保留了不斷的試驗創新的這麼一個過程。那麼你剛才講的更大的一個問題呢，那麼我們可能要有待於歷史呢回過頭來看，因為有些東西比方說10年20年看起來我們在生活在其中的時候是非常非常長，對吧？但是呢回過頭來從歷史的角度來講就那麼幾年，對吧
当然列宁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有时候很多年的事啊，几天就发生了，有时候很多有些时候呢，很多年呢，什么事儿也不发生可能就有这样的这么一种情况。但是教授好像还没有回答我那个民主化的那一个问题，因为当初的那个就是中产阶级崛起了，然后就有这个好像是一个那个时候的冷战结束之后的那个时候，这个事情这个轨迹吧，感觉是一个就是自然法则一样的这样子发展的。但是现在我们从中国的对对就是说你刚才讲的这个 Rowan 这个文章哈，就是说当时就是说这个短征了哈，就相对于长征来讲呢，他就是说他对中国的期待，而且呢，他不仅仅是一个教授。他的背景呢是过去他在美国的国防部也工作过，所以他那种文章呢，其实在当时的背景下起的作用，其实是代表了一种情绪。另外一方面呢，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也是美国对中国的想象的一部分，也为中美当时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接触政策呢提供了很重要的一种支持。那么后来呢，当然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肯定这个中美关系的演变呢，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对吧？相当一部分是跟贸易的这个逆差等等这些是有关的哈。在这个过程中呢，尤其是中国的企业的这个产业政策的这个影响崛起，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美国逐渐的这个领导层政策界就对中国的这个印象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发生了，比方说包括贸易战当然这个过去几年呢，贸易战呢又跟这个疫情的这个应对呢又交织在一起，所以中美关系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也特别需要最高层的一些进入一些就需要管控这个分歧嘛，其实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美国的这个公众也好，还是精英阶层也好。就对中国的一些认知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也知道呢，就是说美国，比如说 Pew 他们的这个调查呢，就是说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这个印象相对来讲，最近这些年一直很负面，对吧？80%以上的民众呢，对中国的这个好感是负面的。